告诉你听，买美国的老房子究竟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你知道所有的房屋都有寿命期限的吗？无论是购买了一座现成的房屋，还是投资一处需要翻新的房屋，都需要定期的对它进行保养和维护，才能够在其岁月中保持健康稳固的状态。49天翻新100多岁的老房子。2023年早些时候，来自路易斯维尔的达纳麦克马汉将他在维多利亚式的风格房屋挂牌出售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预料到这个房屋会在34个小时内就被卖掉了，因此她不得不和她的丈夫以及2只小狗另寻住处。不久之后，达纳购置了波特兰的一处有着140多年历史的独栋别墅，并对它进行了为期49天的大翻新改造。幸运的是，达纳有着非常丰富的修复房屋的经验，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房屋的建筑商，他本人是设计师以及房地产商。去年的11月，他在社区翻新的那栋19世纪的别墅，最终以43.5万美元卖出去了。那么，改造这个老房子就要从头开始。达纳信心满满的说道：新买的红色独栋别墅，给它命名为樱桃汽水。整个大改造为期49天，改造结束的时候，这栋房子已经从一个过时的彩色两居室变成了更加开放现代化的两居室，同时的话还加入了一些欧洲的元素的房屋。除了拆掉整个房屋中的吊顶，修复原始的硬木地板以及重新铺管道之外，他还对这个老房子进行了其他的一些大的改造，设计了一个门厅，设计计划将它用作举办晚宴的餐厅，拆除了整个房屋墙壁的涂漆木板，露出了砖墙和一个壁炉，用来自印度的定制滑动门替代了浴室的门，为卧室设计了一个壁橱，修复了厨房原有的窗框，并做了一个透明的隔板。真的从没有想过会拥有一个这样的独栋别墅，但是现在意识到这附近的其他房主们真的都很有眼光，这样利用空间，感觉真的是太好了。达纳他表示的说道，这套樱桃的汽水别墅未来仍将被挂在房地产市场售卖，但是目前短期内还没有这个想法。很多人会购买老房子之后，将它重新翻新，然后再次出售，通过翻新来提升房屋的外观和内部的设施，可以显著的增加房产的市场价值。还有一些专注于寻找低估值或者潜在提升价值的房产的买家，会通过巧妙的翻新和装修，将它改造成为更加吸引买家的现代化住宅，进而实现投资的回报。普通房屋的使用的寿命，通常来说，房屋的寿命可以长达将1个世纪。当然，这也并非是绝对的，因为许多的因素都会影响房屋的整体寿命，其中最重要的是房屋的基础建设、当地的气候条件以及使用的强度。如果基础建设出现问题，或者房屋经常遭受极端天气的侵袭，都可能大大的缩短房屋的使用寿命。为了延迟房屋的寿命，定期的保养和维护是不可或缺的，包括检查房屋的屋顶、墙壁、地基等主要部分，确保它们
没有受到损坏或腐蚀。如果在多雨的地带定期的清理雨水、排水系统和通风系统，也是保持房屋健康的重要一环。购买房屋之前，了解房屋不同区域的平均寿命，绝对是一个明智的举措。比如，多雨地区屋顶可能需要更频繁的检查和维护，因为它是最容易受到风雨侵蚀的地方。通过了解这些方面，你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保养，以延长房屋各部分的使用寿命。房屋的地基通常具有长达100年的平均寿命，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常的磨损是可以进行修补的，包括一些裂缝和孔洞。仅通过小规模的修复，就可以有效的防止其加剧损坏。地基的类型也在房屋寿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有些地基比其他的地基更容易受到损害。混凝土寿命超过100年，裂缝可能表明有水损坏。木材寿命超过60年，木材腐烂可能是因为水侵蚀或者是有白蚁的迹象。砖石寿命超过65年，水平裂缝可能表明土壤移动或者是损坏。修复地基的平均费用为4500美元以上，是房屋维护中较昂贵的一部分。可以定期的请当地的地基修复承包商进行检查和提供解决方案。除了地基以外，房屋其他外部部分的维护也同样重要。房屋一般来说，一座屋顶的寿命为30年，保持排水的清洁，比如定期的进行高压清洗，将有助于延长屋顶的使用寿命。当然，可以找到当地的屋顶承包商定期检查损坏的迹象，特别是在暴风雨之后，并修复小问题。外墙覆盖的材料一般，房屋外墙的寿命为20年到40年，不同类型材料修补各有利弊。例如，修补小孔或填补裂缝的小型维修，费用在200到500美元之间，远比完全更换外墙要便宜得多。如果说完全更换，可能需要4000美元或者是更多。石膏板干墙，石膏板是大多数室内墙壁的默认选择，其寿命通常为30年到70年。然而，外墙是非常容易受到霉菌、水淹的，以及白蚁的侵害。平均石膏板修复的费用大约为500美元。窗户的话，除非人为损坏或者是受到极端天气损害而破裂，窗户一般可以使用的寿命为20年。窗户的密封部分出现损坏或者是破裂，这些都是常见的问题，也是维修需求的迹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每年检查密封处是否有裂缝。房屋前门通常可以使用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只要进行半年一次的维护，比如修补凹痕或者孔洞，平均费用大约为225美元。当然，门的材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钢门大概是30到100年，玻璃门是50到100年，木门是20到30年，玻璃纤维门是30到70年。那些与房屋结构紧密连接或者安装的地板，它们通常是持久耐用的，并且在正常使用和适当维护的情况下，可以持续的使用非常长的时间，甚至可能是一辈子。但是木质的地板以及复合材料地板等，通常可以使用寿命为10年到25年。
当地板出现嘎吱声、腐烂或者是下陷的时候，则需要修复。平均地板的修复费用为$400。房屋内部材料、物品等使用的寿命，除了整体房屋维修很重要以外，房屋内部设施的定期维护与外部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可能更为重要，让你在房屋内生活更加的舒适。绝缘材料是一种用于保持建筑物温度稳定的材料，通常用于墙壁、屋顶和地板等部位，以减少热量的传导或者是传递。主要的目的是提供隔热的效果，防止热量在冷季溢出，或者在炎热的夏季进入建筑物。这还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取暖和冷却的能源消耗。在家庭中，绝缘材料通常包括不同类型的材料，比如纤维素、喷泡泡沫、矿物棉和玻璃纤维等。这些材料的选择取决于建筑的需要以及对温度和声音隔离的要求。纤维素的寿命大概是20到30年，喷泡泡沫80年，矿物棉100年，玻璃纤维80到100年。为了能够延长空调系统的寿命，定期更换空气过滤器非常的重要，将有助于避免阻塞空气流动并过度运转电机。此外，定期的请专业人员进行维护，可以预防损坏。从长远的意义来说，将更加的省钱。空调维护的成本从$160到$500不等，但是如果若更换空调系统，成本是比较高的，大约在$7500左右。供暖炉子的寿命大概是15到20年，空调器是10年到15年。尽管大多数的管道和水管的寿命为20到100年，但是如果说经常出现漏水的问题和低水压的情况，就需要更换了。铜管寿命是50到100年，镀锌钢管20到50年。铸铁管50到100年，黄铜管20到50年。房屋以及家庭电器经常会出现出乎意料的需要维修，甚至是要更换。提前做好家庭的维护和修理费用的预算，可以帮助你避免在更换方面花费数千元。例如，当一个房主查看家庭维护清单，并意识到家中的洗碗机和冰箱即将结束寿命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货比三家了，提前登一个节日大减价，通常能省下来不少的钱。一些房主有表示说，可以节省大约30%到50%的价钱。此外的话，为了避免意外的出现，准备好应急的基金也是同样的重要。你的房屋已经使用了多少年？你认为房屋哪些维修是最贵的、最麻烦的？我们理解新房子的诱惑力，全新的电器、地板、供暖、制冷和电气系统等等一切。相反，购买一个需要重大改造的美国老房子，也令众多的买家人所担心。然而，翻新过后的老房子所散发出的魅力和潜力是不可复制的。通常，一栋房子如果没有使用高性能的现代的建筑材料，基本上是可以归类为老房子了。这些房屋是年份已经久远了，比如说1970年之前所建造的房子。买美国的老房子可以帮您省钱。经过改造焕然一新之后，老房新生的市场售价比同等规模的新建房屋售价
低10%到20%左右。深度改造翻新的老房子，大多数的设备能够维持理想的使用年限。虽然新房子在前期是不需要什么维护成本，但是新型的节能产品将推高房屋的建造成本，最终推高了销售的价格。美国老房子的特点，建筑的质量是更好的。美国有着许多热衷于购买老房子的粉丝，他们感叹，现在造的房子没有以前的好了。的确，许多以前的房屋在建造之初的第一个目标是经久耐用，有些方面至今无法复制的。比如以前建房用的木材都是老树制成的，抗腐蚀性是很好的，而且不容易弯翘。还有墙面的部分，有些老房子是可以采用灰泥和车床建造，在结构上比现代的房屋的墙体更加的坚固，并且有更好的噪音隔绝的性能。老房子的秘密潜力，地段好。美国的老房子有价值吗？首先，老房子的地段是许多新社区无法比拟的。它们可能处在一个很好的地区，比如学区的资源好、犯罪率低、步行方便的优势。一个成熟的社区也是众多美国购房者们需要衡量的部分。老房子的土地使用面积，更大的数据显示，新建的住宅面积的平均值从1990年的1938平方英尺，增加到了2016年的2300平方英尺，但是同期的土地面积从8250平方英尺减少到了6970平方英尺。很显然，建筑商们在抠地，他们更愿意在小面积的土地上盖大面积的房子，降低新房子的成本，才能带来更多的利润。当房价快速上涨的时候，土地的价格也会迅速的拔高，反过来会推高房屋的售价。因此，为什么很多老房子虽然是挺旧的，但是依靠土地面积大的优势，而许多人购买的原因。在美国买房子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各种年代很久的房子，有的甚至上百年，而且有些房屋还被指定文物的保护房，不可能随便的拆迁和改造。买房子必须要做房检，可以看看一些需要维修又比较费钱的问题。买房子时需要多花时间去实地考察社区，对当地居民的整体水平拥有一个相对准确的了解。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